有没有一些企业主，他是在遇到一个怎样子关键的一个时刻，才发现说，哦，他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做他的财务规划了。一开始这一个家族就缺少了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生意财富与家庭财富没有清楚的分开。那直到父亲离世后，生意交到孩子的手上，公司的资金就完全不能够符合他的生意的需求，又怎么能够去符合他3个孩子和3个孩子家庭的费用呢？那我们当时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它还旧这个账务，除了重组所有的流动现金啊，它的融资，避免那个产业被迫拍卖，同时也引入了客户进行财务知识规划，就是通过 Maybank Wealth 精灵那边，就是去领导那个家庭建立更完善的家族财富规划。这些理财方案会随着顾客的需求而改变。如果财务结构相对简单，可能1份遗嘱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涉及企业股权、复杂资产，我们会建议顾客设立一个信托，并由 Maybank Trustees 协助管理执行。对于一些涉及几代同堂、有跨区域财富规划需求的顾客，我们也会协助他们设立家庭办公室。最重要的是，这些方案能帮助顾客把个人财富和企业风险适当的分隔开来，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个人资产都能获得更好的保障。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你好，我是能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那么其实呢，平常我们如果讲到说分散风险，很多人就会想到，特别是老板们啊，他们都会想到的是，我怎样子分散风险，特别是在我的投资上面啊，我要把资金放到不同的这个产业类别、不同的市场或者是不同的行业。但其实呢，有一种很根本而且很少人讨论到的一个防御策略，那就是你要如何把生意的风险还有家人的生活保障给清清楚楚的分开。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2位对这个课题非常有研究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第一位要来介绍的呢，就是李静玲，他是 Maybank Premier 的高阶财富管理的主管。他在这个高端客户的这个财富管理方面呢，是有非常多的经验啊。我们先来欢迎静玲。你好，能杰，谢谢你。好，那另外一位呢，要介绍的是姚诗敏，他是 Maybank 中小企业银行 SME Banking 雪兰莪以及森美兰州的这个区域主管哦。他对于大马的中小型企业主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当中所面对的这个痛点，他都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一直帮中小型企业的整个生态呢提供很多的支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欢迎诗敏，欢迎你。你好，人杰。是，那欢迎2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想今天先来请教一下诗敏啊，因为我相信你接触到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对不对？对。那你在跟这些企业老板在接触、在聊天的时候呢，会不会常常发现说，这些老板他们家里面的这个财政安全啊，比如说他们现在的房子啊、孩子的教育基金，还有自己的退休金，其实很像都跟公司的财务很像都是绑在一起，在同一条船上面啊。那如果公司遇到什么样子的风浪，遇到什么样子的风险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对于他们整个家庭的财政来说带来一些冲击呢？那在与中小型企业交谈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时常遇到，就是许多中小型企业的家庭财务安全都实际上与企业经营有相当高的绑定。就比如说，就是他们的房贷呀，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啊，还有就是退休规划啊，甚至家庭里的现金流量，都是很依赖这企业的盈利与稳定。那正面来看，比较稳健的企业家，其实都已经开始把他们的企业财务和个人财务都分开起来了。那如果分开起来的话，当生意上遇到波折的时候，也不会直接冲击家庭的生活。那这也是很多第2代从上一代中学习的，或者企业家从上一次经济经验，就好像 COVID 的时候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项课题，就是生意要管好，然后家庭的保障也得要规划好。
那对比角度，如果企业家是还没有把他们的企业财务与个人财务分开管理的时候，很多时候公司一出状况，压力就会直接带回家，就是房贷。孩子的教育费，然后就是退休储蓄都一起受到影响。那企业家也是在当时候很难去 focus 他们的怎样去，就是把他们生意再搞好起来。那也因为这样，我们 Maybank 其实很多时候，客户来到 Maybank， 这是不只是为了我们的银行服务，而是当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专业人士陪他们去一起去探讨，一起去讨论更长远的目标。其实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这种公司部分啊，这个家库通这个公司的财库这样子的状况，除了中小型企业，是不是在其他的，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老板啊，各行各业，是不是都蛮普遍的？真的是很普遍。那可能我可以举个客户案例。就我们以前是有一位制作业的客户，就是在 manufacturing 的。那当时候他是真的是没有把他自己的企业财务和他的个人财务分得很清楚。那2020年的时候，当 COVID 就是新冠危机来临的时候，那工厂就没办法很正常的营运。那时候加上固定的开销，然后就是订单贷款周期拉长，公司就是的现金已经是很紧张了。那当时候我们的企业家不但要去就是管理他们的 supplier 供应商的付款，还有他们的员工的薪资，也同时担心家里的开销，小孩子的费用。那段时间他的压力就是不仅仅是来自生意，而是影响整个家庭。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在 MC 后的时候，协助客户去重新审视他企业的流动现金以及融资结构，去扶持它短期跟长期的目标。那在同一时间，我们去结合他个人财务安排，把公司的营运资金、家庭的储备，还有就是家庭的保障都分开管理。那完成规划后，就算生意依然面对波动，我们的客户也能很专注的去focus 他的 business 的问题，因为家庭层面已经被保护好了。那所以在这一次当我们在面临全球面临就是原材料上涨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时候，还有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我们再次联络这个顾客，因为我们要确保他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去符合他的公司上的需求。那我们很欣慰的就是看到他已经把他的家庭就是保障的好了。是诗敏刚才所提到的，要如何去将这些不同的资金分开管理，这个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聊啊。但是其实我这边有一个问题也想要请教一下静玲啊，就是在你的经验来看呢，其实你的很多的这个 Maybank Premier 的企业客户，而且我相信你面对很多这种高净值的人，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资产，然后他们可能对于这个金钱的管理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清晰呢？是不是已经有公私分明的概念，或者是他们是不是本身都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说，公司的资产还有我私人的资产一定要分开？其实你大概可以分得出来哪些顾客是来自创业家庭或者看着父母做生意长大的。他们的成长背景会影响他们看待财务管理的方式，也让他们更有分开规划的远见。我们所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入 Maybank Premier Wealth 的财务结构，把他们的想法转化为真正可以执行的理财方案。这些理财方案会随着顾客的需求而改变。如果财务结构相对简单，可能一份遗嘱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涉及企业股权、复杂资产，或者顾客有特别需求，我们会建议顾客设立一个信托，并由 Maybank Trustees 协助管理执行。至于一些涉及几代同堂、有跨区域财富规划需求的顾客，我们也会协助他们设立家庭办公室 （Family Office）。最重要的是，这些方案能帮助顾客把个人财富和企业风险适当的分隔开来。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个人资产都能获得更好的保障。多人一开始会觉得这些规划很复杂，但其实在 RM 的协助下，只要找对方向，就可以把方案一步一步的落实。我们不只是有想法，而是需要确保顾客的未来能够真正按照顾客的意愿去执行。另外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客户会默认公司就是自己的退休计划，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下一代会接手并继续经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尽早和 RM 聊聊其实是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帮助创业者更全面地看见整个财务规划的蓝图，至少在还来得及准备的时候先做好安排。之前我接触过一位企业家，从一家小型杂货店开始，逐步发展成连锁超级市场。随着企业不断壮大，税务、现金流、风险管理及企业传承等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Maybank 的角色就是协助顾客把这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通过关键人物保障、现金管理及风险规划等方案，更全面地保障企业与未来的发展。除了守护企业今天的发展，我们也希望协助企业家做好财务与事业传承，让下一代更能够顺利地接手，并延续他们辛苦建立的事业与家族传承。其实听到两位的解说呢，我只能够说，真的，两位如果未来离开银行界的话呢，可以考虑当主持人，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啊，而且非常的非常的专业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说，我们的企业主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要遇到事情，就像刚才诗敏你所说的，在 COVID 的期间啊，其实就有很多人就发现他们财务的问题了。像大家都知道，等到就是华语有一句俗语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就是一定要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才来思考说我的财富的这个分配或者是管理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啊？但诗敏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可能举一个案例，或者你有哪一些的故事可以分享？就是有没有一些企业主，他是在遇到一个怎样子关键的一个时刻，才发现说，哦，他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做他的财务规划了。很多时候哦，这种转变可以是因为真的发生了危机，那也可以是客户开始领悟一些事情，就比如他们看到身边的企业家，就算是生意出了困境的时候，其实他的家里还可以保护得好好的，又或者是上一代已经提早做好规划，那所以即使生意是面临波动的时候，家人还是受到保障。也有些是因为上一代没有好好的规划好，那这个家族生意就没有的可以继续下去，就好像我们古人说的"富不过3代"，对吗？那对一些客户而言，这个想法也可能在出现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就比如说有了小孩子，对吗？就是会开始认真去思考，教育呀、未来呀，又或者健康出现的问题，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转折后，开始意识到，我不能让家庭完全跟企业一起承担风险。那其实最核心的改变是心态的转变。那以前可能企业家想的是我要怎样把生意做好，那但后来会慢慢的变成我要怎么把家人照顾和保护好。那这时候客户往往不只是需要的是银行服务，那而是一个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去探讨未来，而 Maybank 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协助客户踏出下一步。那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有什么真人真事，那其实是很多很多，毕竟我自己在中小型企业这一块好多年了。那让我最深刻的是一个一家由父亲就是营业了40多年的家族企业，就从一家小店开始的。那就爸爸就靠着勤奋啊，靠着纪律，而每天现金生意所赚回来的每一分钱，一步一步的把生意做大，就是从1间店做到第2间、第3间，到了连锁店。那后来一开始这一个家族
就缺少了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生意财富与家庭财富没有清楚的分开。那同一笔生意的流动现金，它可以是支撑这公司的所有的费用，还有就是家庭所有的费用。那更重要的是，当时候他也没有真正的去妥善安排遗嘱，还有就是传承规划。那直到父亲离世后，生意交到孩子的手上，那就开始公司的流动现金已经是分流到不同用途，不单是公司的，还有就是个人的不同的用途。那就在2020年 COVID 来的时候，公司的资金就完全不能够符合他的生意的需求，又怎么能够去符合他3个孩子和3个孩子家庭的费用呢？所以当时候那个融资是出现了违约。那有一个画面我现在还记得，就是他唯一的女儿就是和我说，怎样都好要保住那个产业，就是那一间店，因为那不只是一间店屋，而是爸爸的第一间店，就是里面承载着他遗骨的爸爸如何靠着这门生意把家庭养大的回忆。那一刻，这场对话已经不是银行业务了，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关于传承啊、纪律、责任，以及如何保护上一代的家族生意。那我们当时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它还旧这个账务，就是除了重组所有的流动现金啊，它的融资，避免那个产业被迫拍卖，同时也引入了客户进行财务知识规划，就是通过 Maybank Wealth 经理那边，就是去领导那个家庭建立更完善的家族财富规划。那今天我们也是很欣慰的，就看到这个女儿就是好像爸爸一样，就是第2件、第3件、第4件了。然后不同的就是她比爸爸就是把生意做得更好，就是她有保护到她的家庭。对，是。其实说到这个高净值人群，你们2位都常常接触他们啊，所以静玲，我觉得亚洲的高净值人群跟西方的需求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最近我看了一部连续剧叫《蛮好的人生》，就是在讲说如何帮助高净值人群来做这些遗产的规划啊，或者是馈赠啊这些等等的啊。所以有没有哪一些你的客户他在跟你进行咨询之后，然后你再提供他帮助，他们就觉得说这可能跟我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啊，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原来在银行或者在 Maybank 的一些的工具里面，其实可以帮他做到是远超过他想象的一些规划呢？我们与顾客的合作从来是从全面的财务评估与规划开始，让我们了解他们目前的财务状况，哪些部分存在风险的敞口，以及他们真正的想法，想保护什么东西呢？按照 Maybank 的信托整个生态，我们可以为顾客提供一套更完整的解决方案，其中覆盖企业、个人以及传承的多重需求。合适的财务结构取决于资产本身的情况。如果相对简单的安排一份遗嘱就已经足够了，当涉及企业资产、照顾家人或已经开始考虑传承问题时，通过 Maybank 信托会更合适。很多顾客在过程中最惊喜的是，这些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复杂。当财务结构建立起来的之后，他们会感到更清晰、更安心。而这一切的开始其实可以很简单。如果顾客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只需要先和自己的客户经理 RM 聊一聊就可以了。客户经理的角色是其实是协助顾客理清真正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整合 Maybank 集团内部不同领域的专业资源，把合适的顾客方案串联起来，并一步一步协助顾客落实行动计划。之前一位企业家在 Maybank 寻求财务规划的时候，他们经营的家族制造业已经将近20年了，但家庭财富几乎完全与企业绑定，也没有正式的传承安排。在一次全面的财富审视后，我们的顾客经理协助他们梳理资产与风险，并通过 Maybank Trustees 建立分层财务结构，将部分个人的资产与企业隔离，同时设立信托以保障家人的，并规划长期传承。最初的担忧是，如果发生意外，他们的家人是否有能力
面对这复杂的局面呢？所以在完成财务规划之后，他不需要担心，并能够更清楚区分企业风险与家庭安全，在长期商业决策时会更从容。是，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呢？你会建议说，你的潜在客户他们要什么时候就要来开始思考这些财务规划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迟一点再说吧。So OK， 但现实是，时机从来不取决于年龄，也不完全取决于资产规模。合适的时机其实是当你开始拥有需要守护资产与家。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创始人希望把事业传承给下一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不确定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接班能力。毕竟大多数人当年都是一路摸索，靠经验学出来的。而 Maybank Premier Heritage 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帮助顾客让他们的家人逐步参与到理财的过程。顾客可以将 Maybank Premier 的会员资格以相关领域延伸给最多4位直系家属，包括18至30岁孩子以及配偶。但更重要的是，下一代在这理财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他们不仅仅是未来的继承者，更是在成长过程中就开始接触到系统化的财务素养、领导能力以及对商业的理解。这样的环境也给他们一个更扎实的起点，即使未来他们不一定接手家族企业，这些价值观念和知识也会随伴着他们走向自己选择的方向。这样听起来很像你们可以帮客户做到很多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不是？对，好，那其实我觉得透过 Maybank 你们的服务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对于这些高净值的人士来说，他们可以放心的让你们去做规划，而且这个规划呢，很多时候是可以客制化的，可以针对个人的啊。那么其实从这个 SME 银行这边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那对那一些已经厘清全盘财务拼图的这些客户来说，在面对市场经济不景气，或者是有特别多的挑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应对的方式跟弹性，跟那些还在可能把钱全部混在一起公司部分的客户相比，其实有哪一些显著的差别？所以最后可能请诗敏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一块。好的，从中小型企业银行的角度来看，当客户把公司财务和个人财务分开管理的时候，在困难的时期确实会有很大的差别。那已经把公司跟家庭的财富分开了，那他们通常都可以很冷静的去处理公司的问题，因为公司的问题就是公司的问题，他家庭财务是不会直接牵连的。那还没有把自己的公司跟家庭财富分开管理的，就会同时面临公司压力和家庭压力，这样企业家会很分心，他们也可以影响到公司的恢复的速度。那在 Maybank 我们看客户不只是看融资，我们会从更全面的角度去了解客户，那包括公司的现金流、业务发展、风险管理、数码化方案，再来就是商业网络、年借等等方式，客户个人的家庭和财富目标。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安排 Wealth Management 团队，就是精灵那一边的团队一起来参与客户的会面，就是让客户更加得到更多的资讯去规划未来，全方面支持客户的发展。因为我们相信成为客户的成长伙伴，而不仅仅是一家银行罢了。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有的 SME Perkasa。SME Perkasa 是 Maybank 支持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方案，那主要是帮助客户应对现在的流动现金压力。那 Maybank 我们已经拨出了10亿来支持中小型企业，每家企业可以申请高达100万融资，然后并享有6个月本金延缓偿还安排。那在申请批准后资金最快可以在48小时返发。那除了融资，我们也会连接客户到不同的支持资源，就是 support system， 就比如你通常听到的 AKBK、CGC、MIDA
等合作伙伴，就是帮助客户获得更多的指导和商业机会。那这正是 Maybank Beyond Banking 的意义。我们不只是提供银行服务，更是站在客户的企业、家庭和未来3个层面，陪他们一起规划更长远的安排。因为从企业成长、流动现金管理、风险保障到家庭财富传承，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客户到公司更稳，家庭更有保障，未来更有方向。好。我觉得今天2位的分享也让我受益良多啊，让我感觉到呢，其实这个理财规划不只是给一般的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大公司的老板啊、高净值人群啊，也更需要来好好的思考要如何来理财，要如何要把自己公司的钱跟家里的钱要分开之余呢，还有包括了很多的个人理财的规划呢，都要提前的来思考。最后2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今天这一场的访谈呢，就暂时先到这边啊。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我们2位来宾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处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然后也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